三道幽深的影子在结界之中开始变得若隐若现，他们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尘埃，带着远古的呼唤。亡灵重生，万物覆灭。随着这8个字的吐落，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自影子内部爆发，波动如潮水般涌向四周，就连结界的壁障都开始颤抖，裂缝迅速在光滑的表面蔓延，如同蜘蛛网一般侵蚀着它的坚固。五瑶、苏幼薇他们立马眉头紧锁，他们深知这股力量的恐怖，足以撕裂天地，颠覆生死。他们神元宫的5人毫不犹豫地催动体内的气运之力，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气运之力上，毕竟这可是加了气运天罡魂的能量体。吼吼，金色的龙凤之象在空中凝聚成型，五瑶、苏幼薇等人的手中力量如同涌动的河流，注入到龙凤之中。他们在天空中盘旋呼啸，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那是属于生者对死亡的抗争，是希望与绝望的碰撞。两股力量在虚空中激烈相撞，宛如天神交锋，引得四周的能量都变得狂暴起来，恐怖能量如风暴般席卷，撕裂云霄，震荡大地。然而亡灵的力量如同暗夜中的暴风雪，冷酷无情且愈发强大，它似乎要将所有的生命都埋葬在无尽的死亡之中。五瑶、苏幼薇他们的面对着这股仿佛无法抵挡的力量，脸上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但是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定，就算真的不敌也不会退缩，即使是在这绝望的时刻，他们也绝不放弃最后的战斗。武阴阳、苏阴阳，这些家伙施展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就连我们的气运之力都难以抵挡。小拢面色都变得扭曲，因为对方的这股亡灵力量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不是万界之人，他们所施展的力量乃是出元神力，以我们目前的气运之力去抵挡，恐怕还无法彻底的与之抵抗。要不了多久，或许我们的气运之力也会败下阵来。苏幼薇那道绝世容颜上都带着一丝严肃，他也没有想过对方的亡灵力量竟是恐怖到如此的地步。然而很快，那道亡灵的力量诡异的收缩，片刻间又被无限的放大，形成亡灵之灵，直接轰击在那龙凤之象之上。轰！一道无法想象的撞击声响起，紧接着一股股热浪朝着四周席卷而来，空间荡漾起伏，仿佛这些热浪融入了空间中一般，哗哗哗，空间巨浪的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生机吞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重生，因为亡灵便是重生，在它的重生下，那么万物就会被彻底的覆灭。所以亡灵出元神力可不是神元之气以及目前他们所拥有的气运之力能够抗衡的。轰隆！很快，那处对碰的空间彻底的被撕裂，双方的力量在这一瞬间达到了极致，伴随着巨大的响彻声炸裂而开。那一直咆哮的龙凤之象也在这顷刻间被撕裂摧毁，带进恐怖的冲击，在击溃了拥有气运之力的龙凤之象后，竟是没有任何的停歇，直接对着五瑶和苏幼薇、小龙与韩吞吞5人笼罩而去。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感知到了危险的气息，身影猛地暴退。可是那股亡灵的力量似乎无处不在，直接在他们暴退的瞬间，一只无形的水手将他们的脚跟狠狠地抓住。不好！吞吞立马一声低沉的咆哮，圆转强大的神力想要挣脱对方的束缚，可是根本就没有挣脱的机会，他们被牢牢地抓住，仿佛被铐上了锁链。旋即，那亡灵之灵直接化为巨掌，对着他们一拍而下。巨掌还没到，他们5人便是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恐怖死亡压迫感，引得大地都出现了凹陷。可想而知，这一掌之下的威力，恐怕不输任何一道准绝世神技的威力。面对着对方这般无可抵抗的力量，不远处的天龙大神君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盯着此刻终于被压制下来的神元宫那些人。呵呵，阻碍我们的人都得死，只要那个东西被夺取，那么就能够完成魔神大人交代给我的任务。我真想见一见魔神大人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天龙大神君一声冷笑，同时这一次他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至于万界圣子之名，也只能是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才去做。不好意思了，你们5位今日就消失吧。3道影子的衣袍随风飘扬，而后那亡灵之灵所凝聚的巨掌已经是在他们的头顶之上，这一掌下去，恐怕就会彻底的陨落，甚至是魂飞魄散。亡灵掌，给我镇杀！伴随着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那道巨掌已是出现在了距离他们10米之处的上空。5人拼命的挣扎，但依旧无果。化神兽之体！吞吞眼见他们5人面临危机，而且其余的4人可都是周元兄弟的妻子和儿女，绝对不能让他们有事。吞吞将自身所有的力量集于一身，然后化为一道巨大的神兽之体，伴随着一声巨吼，脚下的那道束缚则依旧牢牢抓住，不让其有所任何的动作。面对自己已经化身成为巨大的神兽之体，竟然依旧无法破开对方这诡异的束缚。吞吞的眼瞳无法的狰狞瞪大，可是对方可不会有所停手，直接那一掌轰击在了吞吞的神兽之体上。轰！恐怖的力量直接击穿了化为神兽之体的吞吞，痛苦的咆哮在这第一时间传出。可是他的咆哮也只能成为最后一次的吼声，因为对方已经要将他们几人彻底的击杀，今日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扑哧，吞吞一口鲜血喷出，神兽之体立马
被打回人形，身受重伤。当然他们的危机没有解除，然而面临更加危险之中，亡灵巨掌对着武瑶、苏幼薇、小龙与韩四人一拍而下，恐怖的亡灵威压已经令得他们神体骨骼出现了承受不住的程度。可是奈何他们就算拼命抵抗都不行，危险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轰！在那片被亡灵掌肆虐过的荒芜大地上，武瑶、苏幼薇等人仿佛置身于一片末日之地。突然，一道极快的身影如同幽光划过黑暗，瞬间冲入了深渊之中。他的动作快捷而果断，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轰！那片大地都被轰击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如同巨兽张开的血盆大口一般。深渊中隐隐弥漫出亡灵的气息，那可是可以吞噬一切的生命。然而在这无尽的深渊中，除了亡灵的气息外，还有一丝丝半透明的云雾，如同幽魂般飘渺，似乎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那三道影子宛如幽灵般在站立在虚空中，他们的眼神紧锁着深渊之中，丝毫未有松懈。应该刚刚他们的亡灵掌并没有击中对方，而是被一道更快的身影冲入其中，不到眨眼的功夫就救走了那即将被自己灭杀的神元宫几人。而且自己的亡灵掌在这近距离的轰击之下都让大地颤抖，被轰出无尽的深渊，竟然还有强者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内救走他们，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他们知道，看来是有强者进入结界中将他们脱离危险，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既然有强者来了，但若要阻止他们夺取所需之物，那么也得死。那三道影子的目光迅速转移，锁定在了另一处区域。武瑶、苏幼薇、小龙与韩吞吞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那里，周围也出现了数道身影，他们的气息也不弱。他们正是之前进入结界中的萧炎灵、动木陈无雪以及乾坤岛的那些神奇强者。然后他们进入后就立马赶来了这里，随之就看见神元宫的两位主母小龙与寒和吞吞前辈正在与对方打斗。在危难之际，萧炎不带一点的思考，直接施展出神行七步的云步，成功的救下他们五人。萧炎兄弟见到自己没有被击中，反而看见了萧炎等人的身影，就连武瑶、苏幼薇都有些吃惊，没想到这里如此隐秘之地都被他们找到了。小辈见过神元宫主母前辈、吞吞前辈，还有小龙兄、雨涵姐。萧炎立马与他们招呼了起来，并且再从那戒中拿出了5颗神品疗伤丹药，你们先服下丹药，尽快恢复伤势。他们接过萧炎手中的神品丹药，立马服下。毕竟刚刚他们与对方的交战出现了严重的伤势，想要全身而退，就必须尽快恢复自己的伤势。萧炎兄弟，你们怎么来了？此时吞吞服下丹药后，催动神力分解体内的丹药，然后对着萧炎问道：吞吞前辈，刚刚我们解决了神罗殿的人之后，便是感应到在这下方有一股庞大的力量想要冲出大地，并且感应到气运之力，我们就顺着力量来到了这里。只是没想到你们真的在此。萧炎解释道：吞吞前辈，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会对你们下杀手？萧炎有些疑惑地问道。毕竟刚刚萧炎也感觉到了他们交战的对手施展的力量不同寻常，竟然连气运之力都无法击败对手。然后吞吞便是向着萧炎解释了他们进入万界圣子之地后的事情。就在他们交谈间，灵动和沐尘的身影被虚空中的天龙尽收眼底。微微有些吃惊后，下一刻一道声音便是传入了灵动和沐尘的耳朵中：你们两位还真是大难不死啊，在这里都能碰见你们。顺着声音望去，灵动和沐尘的瞳孔一变，伴随着一股肃杀之意瞬间迸发，并且紧握双拳盯着那道熟悉的身影。一道低沉之声缓缓传出：天龙，哈哈哈，在我们神器联盟中没死，今日我便让你们在这里陨落。天龙感受到灵动沐尘的实力已经达到了8重天位神，这样的成长速度实在太快了。这二人的天赋本就不凡，才这几年的时间就从低阶天位神突破到了高阶天位神，放任是在神器联盟中都未曾所见。而且这两人一直是神器联盟要追杀的对象，今日主动送上门来了，天龙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然而灵动和沐尘二人的真正实力可不是表面这般，他们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们，现在面对这位天龙大神君，有了可以抗衡的实力。既然今日遇见，那么就将之前的仇恨一起100倍1000倍的奉还回去。天龙，当年就是你将我们变成御灵御魂，今日不用你出手，我们也会出手将你击杀。灵动沐尘二人的语气带着无尽的杀意，他们早已经对天龙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天龙，他们也不会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痛苦模样。他们本想着日后前往9域天神阁寻找天龙报仇，然而现在乃是最好的时机。哈哈哈，你们两位还真的口气不小，气度不减当年，可是在实力上还是弱了一些。面对灵动和沐尘二人，天龙大神君丝毫没有任何的情绪，无比的平静，因为在他的眼中，灵动沐尘如今实力修为的确变强了很多，可是在他这位9重天位神巅峰面前，一切都是蝼蚁。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究竟是我们的实力弱，还是你的实力弱？灵动沐尘二人眼神一凝，立马爆发出了自己的天位星辰海。天龙凝视着他们身后那若隐若现的无数星辰，便是没有丝毫的将其放在眼里。然而下一刻，他们的10万星辰立马全部显现，每一颗星辰都是爆发出惊人的气息。原本红色的星辰，在天龙那震惊的目光下，逐渐的蜕变成无色星辰之影。
显然令得天龙大神君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就算是他都没有达到无色天味星辰海，而且他也没有见过还有无色的天味海。这是什么？无色？一直没有表情变化的天龙大神君在此时终于微微一动，他并不傻，这可不是寻常的天味星辰海。从灵动牧尘身后的10万颗星辰蜕变成无色之后，他感觉到现在的他们似乎能够与一名9重天味神抗衡。想到这里，天龙大神君的脸色终于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色天味星辰海，这股庞大的能量竟然达到了堪比100万颗星辰之海，这怎么可能？灵动牧尘看见天龙的震惊神色，再次说道：怎么，现在我们有资格吗？身为9域天神阁的大神君和副阁主的身份，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震惊情绪，沉声道：不要以为你们拥有了堪比9重天味神的实力就可以击败我，我乃是9重天味神巅峰，而你们应该也才9重天味神初期。你们应该知道，9重天味神中的小境界乃是萤火与皓月的差距，是吗？下一刻，灵动和牧尘便是催动自己身后的无色的天味星辰海的磅礴能量，引得结界开始动荡起来，强大的气息不断的爆发，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爆发。呵，让你们看看本大神君的100万星辰！一声落下，一股强大恐怖的神元之气从天龙大神君的身后爆发而出，化为若隐若现的无数星辰，每一颗的星辰呈现出红色的星辰，虽然等级没有无色的高级，可是在正常天味星辰海的等级中乃是最强大的代表，而且他的实力可是货真价实的9重天味神巅峰。随着天龙大神君的红色天味星辰海一出现，原本动荡的结界再次发生了剧烈的抖动，恐怖的能量席卷而开，任何万物都被横扫消失。看到了吗？这才是9重天味神巅峰的100万天味星辰海，你们有那个实力击败本大神君吗？等会将你们击杀后，我会保留你们的神魂，带回去交给魔神大人，延续你们之前的噩梦，如何？灵动牧尘没有回答，而是直接用行动证明了一切。他们的气息也是被提升到了自身的极限，堪比9重天味神的气息对着天龙大神君笼罩而去，后者也没有丝毫的怠慢，同样引动自身的磅礴天味星辰海中的能量，朝着灵动牧尘那方位狠狠地攻去。2道10万颗无色的星辰海与1道100万颗红色的星辰海，在众人的震撼目光下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一瞬间，那处空间立马被一股股庞大巅峰能量所笼罩，恐怖的冲击伴随着涟漪的波动，一道一道的荡漾开去。萧炎兄弟，我们要不要前去帮忙？小龙盘坐在地方疗伤的同时，将目光看向上空已经激战的灵动牧尘他们。虽然他们的无色天味星辰海堪比9重天味神，那也只是初期而已，而天龙的天味星辰海乃是实打实的恐怖。萧炎也将目光投射过去，他那双漆黑的深邃眼瞳中仿佛看到了灵动牧尘的强大，而且也相信他们2人可以击败天龙大神君。应该不用你们先疗伤，接下来的事情先交给我。萧炎对着小龙自信地回答道。刚刚他已经从吞吞前辈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3道影子竟是来自万界之上的神秘存在，也不知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但是从对方的那股亡灵气息中可以推断出，对方的力量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个纪元。萧炎将视线投射在那3道影子身躯上，他们的身影虚无缥缈，仿佛没有任何的实体，更像是神魂，但又不完全是神魂的那种物体存在。而此刻对方那3道目光也刚好投射在萧炎的脸上，他们四目相对，一股无形的劲风在空气中砰砰砰的爆发。萧炎身处于这片荒芜的结界战场之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焦土，天空被乌云覆盖，仿佛连太阳都被一股死寂的气息所吞噬。突然，一股冰冷至极、充满死亡气息的能量如同暴风前的宁静，悄无声息地向萧炎蔓延开来。萧炎心中一紧，感受到这股能量的恐怖，他毫不犹豫地暴退，身形如雷霆，留下一道道残影在空中划过他的双手，快速结印，引动出无色天味星辰海的磅礴能量，旋即形成一道道璀璨的光柱，向那死亡气息冲击而去。能量与能量的碰撞，仿佛激起了天地间最原始的呼喊，轰鸣之声响彻云霄。但是下一刻，萧炎的反击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任何波澜，那亡灵气息依旧如潮水般涌来，将他层层包围。萧炎眉头紧锁，神色凝重，他知道这可不是与寻常的对手交战，而是与3位来自极其久远的纪元神灵的战斗。萧炎自己的磅礴无色天味星辰海的能量无法起到作用，他立马深吸了一口气，全身的真气沸腾了起来。幻虚3妹灭世，3道神火在他手中凝聚而成，化作3条不同颜色的火龙，张牙舞爪，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冲向那亡灵气息。面对着3道不同神火朝着自己攻击而来，3道影子的脸色似乎在这一刻一变，因为他们看到了令他们有些熟悉气息的火焰。这一些神火，但是也仅仅只是吃惊了片刻，他们也不敢确定心中所想。轰隆，3条火龙与亡灵气息的碰撞，产生了让现场众人有了心悸的热浪，四周的温度也在急剧升高，空气仿佛都在燃烧。萧炎紧握双拳，脸上浮现出坚定之色。尽管眼前的敌人强大到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绝不后退半步，因为这3道影子的来此就是为了夺取结界中他们所需之物。刚刚从吞吞前辈口中得知，要是这东西一旦被夺取，那么整个东周之地
以及其中的万物神灵都会随之灭亡。这样的毁灭灾难，萧炎也绝不允许发生3道火龙与亡灵气息的对碰，就像是光芒与黑暗的较量，既有着震撼人心的美丽，也有着让人绝望的毁灭。但是很快，萧炎便发现3道火龙似乎也即将要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击，准备直接施展出他那神技的连招牵引归一尺、9轮灭日尺，2道尺法神技一出，萧炎的周身便是出现了足足1000道尺影，每一道尺影都带着可怕的力量。但在萧炎的意念之下，这1000道尺影开始融合成为最强的1尺。然而在这最强1尺上，爆发出更加强大的炙热毁灭力量，9轮紫色光芒竟是从中脱离而出，这1尺瞬间再次无限变大，发出嗤嗤嗤的恐怖声音，以尺为中心，然后围绕旋转着，每一次的旋转，周围的炙热毁灭气息就会多加1分，足以达到灭世之威。